邪神加坦劫恶一声怒吼，迪迦体内的光被抽离，无数孩子的信念让他们化身新的光芒，重新照亮了迪迦胸口的计时器闪烁着，黑暗邪神就此陨落。这样热血沸腾的一幕，已经足足过去了25年。神光棒石化散为尘埃，可光芒却在一代又一代的奥特战士中得到传承。在制裁了虚空怪兽格利扎后，大地和艾克斯奥特曼继续在地球上保护人类，地球防卫队也集体失业，整天在基地中吃吃喝喝，划水摸鱼。但就在这天，基地忽然接收到异常信号，大地和明日奈马上出动，来到了事发地点巴罗斯遗迹。两人遇到了小男孩优斗和他的母亲玉成。奥特曼的世界观采用的是平行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中出现长得和丽娜一模一样的人也不是不可能，说不定玉成的丈夫就是车祸奇侠长野博。言归正传，正是玉成给防卫队发的信号，让他们赶紧来到遗迹，因为一批网红已经打算闯入遗迹进行直播。网红为了流量不顾底线，直接炸开了遗迹。一帮人在遗迹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石像，正是超古代巨人迪迦。石像下摆放着一颗翠石，一旁的石碑上记载着：翠石只要在正确的人手中，便可以连接天地之光，封印黑暗。网红不顾劝阻，二话不说就拿起了翠石。无知者无畏，霎时间地动山摇，遗迹开始坍塌，一些人赶紧逃出遗迹。就在这时，被迪迦和初代联手封印的超古代怪兽赛格古也苏醒了，大地马上变身艾克斯，然而还没摆好姿势，艾克斯就迅速吃了瘪。面对赛格古狼牙棒一般的手臂，艾克斯毫无还手之力，就连彩虹刃的攻击都被赛格古一尾击溃。压倒性的实力让大地和艾克斯直接解体，终端也被血腥之虹所腐蚀。大地等人退回基地，玉成告诉众人，那枚翠石可能是封印赛格古的关键，而且赛格古也正往翠石的方向飞奔，他要毁掉封印自己的唯一道具，将世界变成地狱。这应该是奥特曼世界观中最逆天的防卫队，竟然连奥特曼的力量都可以复制，储存在卡片中任人使用。有了它，不需要神光棒，你也照样可以变迪迦。优斗将自己在遗迹中的发现交给了防卫队众人。凡顿星人戈尔曼博士非常识货，一眼就相中了石化的神光棒。防卫队在了解了赛格古动向后，兵分两路，明日奈前去拿翠石，大地则召唤虚拟哥莫拉拦截赛格古。然而连艾克斯都不能伤其分毫的赛格古，防卫队的黑科技就更显得疲软了。赛格古背部生出2根尖刺，破开了包围网，2根尖刺插入地面，淹没分身手格古、安东拉和火焰格尔赞出现，3只怪兽合力突围，防卫队只能撤退。另一边，明日奈和玉成找到网红想拿到翠石，然而网红为了不让自己的博眼球工具拱手让人，将他们请了出去。网红根本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，大地震颤，夕阳下3只怪兽正在不断逼近，这又是在致敬谁？屋内一片大乱，但网红却手拿摄像机打算进行全程直播，为了流量连命都可以不要，简直太疯狂了。实验室中，优斗看到妈妈身处险境，不顾一切想要救人，一旁的刘一拼命拉住他。就在这时，神光棒发出光芒，翠石也开始呼应，2道光芒让艾克斯也产生共鸣。刘一见此情景，带着优斗前往大楼，他把终端交给大地，但此时的艾克斯依旧无法变身。优斗溜进大楼寻找妈妈，就在这时，赛格古发动攻击，好在大地及时赶到救下优斗，而刘一驾驶战机射出棉花糖光线，暂时牵制住了赛格古。另一边，玉成被困在了废墟之中。网红虽然缺心眼，可心地倒还不坏，但俗话说人到中年力不从心，人为救成反倒把腰闪了。优斗和大地赶到，明日奈等人也来到这里，几人合力还是没办法将钢架移开。大楼外，赛格古又开始行动，玉成让优斗赶紧离开这里，但优斗誓死不从，因为妈妈曾经说过，无论何时都不能轻言放弃。这句话就好像给了优斗一个能量加持，优斗的包内闪烁光芒，下一秒竟轻松举起了钢架，终于将玉成救了出来。同时，石化的神光棒也开始碎裂，万代正版的神光棒显露了出来，翠石和终端也在此时亮起。原来这就是石碑中所记载的地劫之光，这是时隔15年迪迦奥特曼第4位人间体的诞生。只不过这一次，以迪迦本源意识战斗的却是一个小孩。迪迦的复苏也唤醒了艾克斯，大地得以变身奥特曼作战。平成大前辈和后辈并肩作战，而接下来登场的更是重量级，昭和的老大哥正式登场了。玉成手中的翠石不断闪耀光芒，翠石不断变大变红，终于来了我们的奥特曼。但毕竟在艾克斯的主场 ，C 位还是要让给主角。3位奥特曼对上3只怪兽，初代对上火焰格尔赞，迪迦对格古安东拉，艾克斯自然对阵赛格古。防卫队则在一旁辅助蹭伤害，迪迦化身空中形态追击安东拉，随后化身力量形态开始传统日常断脚，最后以复合型
来佩里奥光线一套带走安东拉。戈尔赞不讲武德，偷袭光之国2位万岁老战士，好在有防卫队的帮助，初代转危为安。随后用8分光轮破防，伊祭司派休姆光线斩杀戈尔赞。赛格古也开始和艾克斯对泼，尽管扎拉蒂姆光线顺利打了过去，但有烟雾伤，赛格古伸出2条触手，开始吸取迪迦和初代的能量。艾克斯也遭到重创，并幻化出5只研磨分身手，投放到世界各地。关键时刻，戈尔曼博士制造出迪迦和初代的卡片。大地利用前辈的力量升级为贝塔火花能量装甲，用贝塔闪光剑斩断了赛格古的触手。艾克斯的能量也唤醒了其他沉睡在卡片中奥特战士的能量，反击开始了。赛罗赶往了上海，麦克斯前往瑞士，奈克瑟斯去了埃及，维克特里赶往阿根廷，新生代老大哥银河则去了美国。迪迦和初代将自己的力量借给了艾克斯，2股力量化身光之结晶，光之结晶的能量传递到世界各处。5位奥特曼瞬间充能，利用各自的光线消灭了研磨分身兽。而艾克斯也用贝塔闪光光剑消灭了赛格古。光之国的几位大佬齐聚一堂，简单寒暄后便飞离地球。赛罗临走还不忘撩妹，迪迦再次陷入沉睡。优斗和母亲团聚，而艾克斯决定和初代一同前往宇宙历练，将大地留在了地球。然而还没过多久，艾克斯又回来了，伴随而来的是宇宙中最凶恶的怪兽，一场新的风暴即将来临。我是小影，关注我，看更多奥特曼。